优叶按照约定前往王都面见国王，这被指认了大皇子雷根篡位事件。在雷根的抓捕行动中，现场惊现一名实力强大的神秘少女。好在少女认为不敌优叶，主动撤退，保住一条命的大皇子被带回王宫接受审判。大皇子挣扎着被当众撕开面具跟衣服，但他的身上和脸上居然满是可怖的伤疤，而国王和雷克西亚都是一副愧疚的表情，不忍直视。原来当年雷根惨遭雷克西亚失控的魔力波及，当时的伤疤虽然治好了，但是他的身体由于暴露在雷克西亚庞大的魔力激流中，从而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破坏冲动，到最后只能借由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抑制。国王明知道他的痛苦，却不愿意对他伸出援手，反而将他隔离在皇城之外。相貌丑陋，精神也不正常，作为第一王子却无法在人面前抛头露面，存在遭到王室的抹杀，甚至不被当作人看。他每天过的都是这样地狱的生活。于是他将这份破坏的冲动转化为了对雷克西亚的怨恨，一些想要杀掉害他致死的妹妹。但是如今成王败寇，倒不如赶紧杀了他了事。他已经连1秒都不想多活了。雷根的遭遇让优叶深深共情，于是他拿出恢复药水给雷根灌下，而喝下药水后，奇迹发生了，雷根身上可怕的伤口瞬间消失不见，毁容反派秒变金发帅哥，连精神问题都一块被治好了。优叶整的这一出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，因为他拿出恢复药水的原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草。国王很感动，为了他的儿子，优叶居然拿出了这么贵重的药吗？优叶挠挠头，其实也没多珍贵，他家满院的都是来着。不过就算伤口痊愈，雷根也知道自己免不了一死。既然雷根的罪行是想要暗杀公所，那雷克西亚二话不说原谅了雷根的罪行，并且态度强硬的要求国王也一起原谅。受害者都出面谅解了，雷根的罪行自然也不复存在。身为女儿国的国王，自然是闺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总之，这场颇为荒诞的审判就此落下帷幕。雷根成功洗白，和雷克西亚重修旧好。虽然死刑得以免除，但也被没收了封号和领地。随后话题就变成了对优叶的奖赏。雷克西亚和露娜都抢着嫁给优叶，最后国王听从雷根的建议，将从雷甘那里没收的宅邸跟领地直接转让给优叶，并授予他骑士的爵位。这几天折磨的优叶疲惫不堪，到了房间倒头就睡，但这一觉睡得也不安稳，总是梦到被那名神秘的少女攻击。为此每天放学后，优叶连妹子都顾不上，就直奔大魔镜训练自己。雷根对那位少女也不是很了解，他们是通过黑暗公会介绍认识的，结果是他惨遭利用，虽然来路不明，但是拥有着强大的实力，是千真万确的。优叶知道那位少女绝对会再次袭来，并结果演变成与邪的战斗，为此他必须要尽快变强。果不其然，少女的袭击很快到来。少女认为优叶会成为她复仇计划中的阻碍，所以决定先把她干掉。敌人都到家门口了，也只能应战。殊不知，由于他的奇怪表现，加之居然跟着跑来异世界找他，甚至不顾危险的进入了大魔镜。少女的剑识铺天盖地的袭来，优叶和奈特联手才能勉强对付，却没想到这个时候加之误入战场，优叶一个分神被剑识击中，少女已经持剑出现在他的身后，这个距离他根本避无可避。而就在他即将被剑识贯穿之时，兔子师傅突然出现，飞起一脚直接踢碎了剑识。兔子查出了少女名为优蒂，是被杀害的公圣的继承者。公圣一直保护着人类，却惨遭人类背叛和杀害。于是身负邪之力的优蒂为了给师傅报仇，决心毁灭世界，杀死所有人类，从邪的手中保护世界是圣的使命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他都只能默默接受，这是他们和这个星球的契约。违反契约用圣的招式破坏世界是不被允许的。优蒂根本不在乎，他从师傅那里继承来的只有招式，再不在乎什么契约。有着兔子师傅的加入，优蒂很快落败，但是他心中的怨恨却没有丝毫的消散。他怨恨人类至深，但爆发邪之力要破坏一切，他是获得了邪之力的邪神，甚至连兔子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而就在这时，被优叶保护起来的小卡突然跑入战场，而随着他剩余的技能发动，优蒂的邪之力突然失效，他本人也被优叶一个手刀砸晕了。在这个世界，除了圣，还存在一些神圣之力能够对抗邪，小卡就是其中之一。优蒂被圣女波及之后，无法使用邪之力，于是兔子将优蒂交给了优叶处置。加之赶过来和优叶见面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魔手，优叶面不改色，支出长枪将魔手杀死，倒是把加之吓得不轻。优叶向他解释，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日常，能轻易杀死魔物的他是不是很可怕？见加之沉默不语，优叶很沮丧，果然真正的他是得不到大家认可的。加之认真的反驳没有这回事，优叶从救下他的那刻起就一点都没有变过。只有优叶介绍了雷克西亚和露娜和加之认识，优叶也和弟弟妹妹重归于好。优弟转学进入王星学校，优叶过上了左拥右抱的美好生活。虽然结束的有点草率，但还是玩街撒花。如果还有机会，就下一集再见。